需求是永恒的 ，prototype 是变化。如果它正好长得像 SUV， 那它就是大家理解的 SUV； 如果它正好长得是 MPV， 那它可能就是大家理解的 MPV。通过一个组合拳，乐道 L90和全新 ES8合到一块来考虑，集中的把它呈现出来了也是我们精心准备的一个结果。其实是设置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所以在3代的这个 ES8上，该彰显的彰显，该显形的显形。那我们这个天际屏如果是搞一个大屏在前面，我们真的要比这种屏要贵3倍。其实做屏幕最挑战的是侵入。如果你只是讲大，那你不想看它的时候，你真的麻烦了一个大黑乎乎的东西在哪？这个能帮着多卖车，还是能帮着省钱？这个其实是想算是能算清楚的不想算清楚，那一定是浑水摸鱼Hello， 这里是柯洁。这一期视频呢，就是为了 ES8 技术发布会之后次日的媒体群访的内容这一次内容真的非常棒，管理层分享的内容也非常多，而且非常深，还是强烈推荐大家能看完就看完。我就在想，是不是每次媒体群访也是我们跟随着这个管理层一次次的在进步的一种机会的确很难得。我觉得在整个内容市场来说，它是一块非常稀缺的资源，真的是有这种感觉。我呢是从周六成都回来，然后周末和周一，然后昨天是在写稿子嘛，我一直就在想怎么来形容这一次 ES8 的技术发布会以及它的这个意义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用斌哥他的内部讲话来讲吧，我觉得比较合理，就是 ES8 呢就是淮海战役，但是我就是又回去想，我感觉这个比喻是不是大了点，因为淮海战役之后就是渡江战役，然后接下去就是一些西北和西南工作的这个剿匪工作了，那后面就是整个内战就结束了嘛。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个淮海战役，因为我们也要拆分开来看，发现它也是好几个阶段，对吧？比如说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它就是把这个黄百韬和黄维兵团进行围歼，然后对这个徐州集团的这个都域明进行一种围剿，对吧？所以呢，如果我们去看这个 L90 和 ES8，的确这么两款车好像也是这种感觉，就是完成了对于这个增程和油车这种大三排SUV 的围歼工作，真的是有这种感觉。那至于最后能不能收获更大的成绩，比如说可以把这个都域明兵团全部给吃掉，那就是我们走一步再看一步。当然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长征的这个了解多不多就是遵义会议如此的重要，这个也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不是说当时的人们就知道遵义会议那么的重要，只是因为在日后就大家去追溯，一点点往前去追溯的时候，发现在那个节点，在遵义召开的那一次会议是改变一切，所以说那次遵义会议特别的重要。当然前面像通道会议也很重要，对吧？所以说我们就同一个道理，就 ES8 现在重不重要，不是我们当下来判断的，我觉得不是我们当下来判断，而是未来的我们，可能几年后的我们回头来判断说，哎呀，这个 ES8 和 L90 它重不重要？我觉得还是这个逻辑会比较合理一点。可能到时候我们就会说，哎，真的是淮海战役开始了。不过就是当下我们看到像 L90 和 ES8 这个势头真的是很旺盛，那种旺盛不单单就是门店还有资本市场都很旺盛就是都是人山人海你看开户的也很多，对吧？买车的也很多，看车也很多，里三层外三层，我们自己想进去摸一摸都来不及。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这个团队士气非常的旺盛，这点我觉得是更加难能可贵的。像我周二就昨天正好要跑去长春万象城的乐道门店，又跟那个销售去闲聊了。我觉得就是让大家如果有时间，就是可以机会去跟销售去闲聊，你表明自己的车主身份，对吧？然后你自己有机会再抱一个娃去，可以降低人家的防线，可以多聊天，什么信息都可以聊，对吧？我觉得就很开心，就在于他们销售团队真的士气很旺盛，而且很开心跟我分享，就是 L60 随着 L90 的上市就这个月已经破新高了。大家也都知道，这 L60 是高开低走，然后再往上，就跟这个乐道的 logo 一条向上的路是一模一样的。这是很感慨，因为这次媒体群访，力宏总也聊到一句说，现在市场呢是不给这些产品有二次出牌的机会，但 L60 它是硬生生的靠自己的这个产品力完成了一个 V 型的上涨，就是困境反转，真的是很不可思议。这让我就是有一种恍惚难道电车的 iPhone 时刻真的来了吗？这我们到后面去说，因为以前我想过很多种电车的 iPhone 时刻会怎么到来，就是我一直想不通，然后现在真的可能会来了吗？然后我们还是先说回本期群访，本期群访呢一共有26个问题，老样子呢，我继续把它归类为5大块，然后整理，然后进行一个排序，然后方便大家更好的去吸收和阅读。OK， 那就开始我们本期的视频吧。那 OK 就开始本期视频的这个第一大部分了。本次技术发布会的结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斌哥最后的那一个视野因为斌哥说了段特别具有宣示意义的话，就是关于增程终结论的话。我们就切回现场，然后本期视频呢就从这一个开始。最近
主打增程的汽车厂商都在纷纷推出纯电大三排 SUV， 这说明增程大三排 SUV 的黄金时代正在过去，纯电大三排 SUV 的时代正在到来，观点一致，一起加电。谢谢大家。不知道大家最后看到技术发布会的结尾这里有没有印象？如果没有印象，那真的挺好，说明大家就潜意识里没有膈应了，这个肯定是非常赞同斌哥的话，对吧？如果有印象，说明脑子里呢可能还有一丝的这个质疑，毕竟这个怎么说来着？记忆呢是思考的痕迹，对吧？所以我们就开始本期视频的这个第一大部分主题了。实际上就这次为什么我把这个摆在第一顺位呢？就是这次的确就是继上一次在杭州的 L90 正式发布会后媒体群访的主题，上次就在说嘛 ，L90 和 ES8 是引领纯电大三排 SUV 所以这里也会涉及到，就这部分内容也会涉及到未来自己内部就是乐道和蔚来的组合拳怎么打，就是这个叫前行战术，对吧？还有就是斌哥分享的，为何他不造 MPV 而是出 SUV 这个形态，这个论述真是堪称经典中的经典这个方法论真的是顶级了，我统称为就是否定为 MPV 论的教条主义，真的是特别精彩。尤其斌哥说的脱离这个 body type， 就是脱离车型看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我认为这个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去使用的。 OK， 那我们就开始本期的这个第一部分的大分享。李总，力宏总好，就是昨天您讲的那个最后一段话，您也用了很长时间来解释，就是您的这个观点。我更好奇的是，您大概花了多长的时间决定在这个发布会来讲这个话？是从珠峰刚才就是您下来之后很确信要讲这个，还是？没有，我早就想讲。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从昨天下午3点开始想说这么2句的。对，最后想讲的那个是那个力宏说的，但是这个事情其实上次 L90 上市就已经讲了嘛，就是这个我们就讲是纯电大三排 SUV 的市场拐点已经来了嘛。就是我其实想的意思不是别的，就是说这个其实就是我的一些观察当然现在马云他们都比较保守不让我说，就是这个担心这个招黑什么之类的。反正我黑了也不是1天2天嘛，没事。这个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这也不是，我就说实话嘛，就是我是这么想的，对不对？我是这么想的，那我难道我去说我不是我想的话吗？这个肯定也不是那么一个逻辑。当然就是说什么样的场合说，确实这个作为创业者，我们确实要谨慎一些。但我觉得，就像我那个前面为我那个油车论已经道歉了很多次我会再一次道歉，在那个时间点确实说的不合适。但我觉得我今天去说的这个纯电大三排 SUV 的时代正在到来这件事情，它不是我一个人在说，是大家都在这么做。我只是把行业里的现在发生的情况总结了一下。其实我也不是讲这个事情，就是我乐道 L90 或者未来全新 ES8我做的这些事情，所以怎么说？其实我们整个增程大三排的增程厂商都在纷纷推出纯电大三排我只是替大家把这个背后的东西梳理一下，是这么一个。那 OK 那反正增程的黄金时代结束了，那斌哥宣誓也算宣誓过了口嗨也算口嗨过，实际上也不算口嗨，对，就是斌哥刚才说，就是都是实在话。但我觉得最后还是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明来成绩，至少是部分的证明，对吧？接下去呢，就是力宏总和大家公开的宣布 ES8 这个订单量的问题那我们来听一下分享。对，那个可能了解我们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未来是从来不说未经审计的销售结果的这个订单就是一个。但是也可以大概说一下我们的感觉吧。我只能简单的说，从发布会结束的那一刻开始到现在有多少个小时在同样的时间段里面，全新 ES8 的订单数量是多于我们上个月的 L90 的。OK， 那力宏总说的这个究竟是不是实在话呢？反正我从长春这边了解到，就周末这么一个订单获取的数量，就是之前长春地区未来的2个月的交付量。那具体我就不说了，如果你们知道长春的交付量，你们就知道长春这里获取的 ES8 的订单量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成绩。而且有一点就是长春这个地儿只有1辆 ES8 的展车，
就是在这个非常有限的资源下取得的成绩，所以我真的还是比较乐观的。主要我在这边的确也待了几个月，我的确看到我在纯电卖的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就牛屋你在做一天就没有几个客户进来的。那后面的斌哥还会提到纯电大三排 SUV 的这个销量排行榜。我看那个最近有媒体做了个榜单嘛，就是大三排 SUV 里面的这个动力形式的对比啊，就前10名里面确实目前只有 L90一款啊，最近当然它已经很迅速攀升到第2名了，别的基本上都是增程。我想，因为最近增程厂商也很多推出了这个纯电的，我觉得这个排行榜肯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就是在年底前，我们如果再去看这个榜单，这个前10名里面，我相信会有非常多的这个大三排 SUV 里边纯电的版本。我觉得这是咱们作为媒体老师的一个幸福啊！大家不光是关注当前的一些新闻，做一个更长远的、更宏观的一个记录、观察、思考。帮助更多的人来理清他们的思路，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媒体老师们对于用户们可以创造出非常大的一个价值。好，我们就尽量的努力，让你们的记录变得更精彩。OK， 那也请各位朋友来见证这个榜单的变化，也一起影响身边更多的人啊，选择蔚来 ES8 和乐道 L90。当然，他们如果是想买大三排 SUV 的话，其实这一次我去珠峰有一件事情，当然我在直播里面不是特别方便说啊。去了你才发现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其实行业里面领先的这样一些增程汽车的厂商，他们的充电桩其实也建到了珠峰大林，而且规模还不小。当然目前呢，空的也比较多啊，但是他们也都在建，其实都在建。这个问题其实值得我们所有增程汽车用户去思考。就是其实昨天我在开头的时候讲一个，就是拐点以智啊。这个当然讲的是我们蔚来自己，一方面是智能电动汽车技术创新，它让这个纯电车的这种用户体验的收益啊越来越大。那大家看到了我们这个超大前备舱，还有超大后备箱，是吧？这个都看到了。像昨天777升的全新 ES8 的这个装载能力啊，那远超同级啊，那远超同级指的是主要都是增程车。增程大三排 SUV 啊，但纯电大三排 SUV 他们也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做到我们这么大的这个前备舱、后备箱啊。但是甚至于远超了很多纯电的 MPV 啊，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因为这个空间是高频的、刚需的，每天都要用的啊。这个是充分证明了什么呢？经过技术发展到今天，纯电技术带来的用户体验的收益。已经超过了这种因为家电不方便给这个纯电用户带来的这个体验的损失。昨天那个图其实我还是让我们同事花了不少时间帮我画这个事情啊。其实这个是非常形象的就说清楚了为什么过去几年增程卖得好。OK， 这里斌哥说了一大段呢，也就是之前媒体群访我跟大家聊过的，就是纯电的优势和劣势呢，已经此消彼长了，攻守易行了。然后斌哥这里聊到了，就是技术发布会的时候，他说了一张 PPT， 就专门让同事做的，就是这张 PPT。我觉得当时在发布会现场，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刻。我觉得这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大家有机会可以马上看一看。然后的确证明了纯电它越来越好了，然后纯电的这个劣势呢，也就逐渐的消平了，甚至于没有了。增程大三排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纯电大三排 SUV 的时代正在到来。啊，这个当然并不是讲我们乐道 L90、全新 ES8 啊，并不是讲我们的推动的贡献。其实，如果我们看到现在增程汽车厂商都纷纷在推出纯电的大三排 SUV，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大家应该说在这件事情上来讲，基本上是个共识。如果在这个时间点有哪个汽车厂商的老总跑出来说不是这样，那我认为省略号。谢谢。省略号嘛，就3个点，无语。那么未来管理层既然已经预见到了纯电大三排时代终将会到来，那他们是怎么做这个精心的布局和铺垫的？我们来听一下力宏总的分享，就是关于这个产品的组合拳怎么打。哇，这段是非常的精彩，也是非常的狠，可能其他友商听起来会觉得瑟瑟发抖的。对，那个可能感谢你的问题啊，可能大家最近
注意到了我们未来公司的组合拳哈，在我们比较擅长的，也是我们通过多年时间从产品研发到基建建设做好准备的这个大3排 SUV 市场。那么在这个市场上呢，最近我们是通过一个组合拳，其实是设置了一个很高的标准，一对王炸。我们把乐道 L90和全新 ES8合到一块来考虑，从包括电池租用后的价格到包含电池的整车价格，昨天 ES8的预售价，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17、18万到超过45万的区间，有了这么2个产品，符合不同的需求，在功能上拉满，在情感价值上给足，最先进的技术，接近200亿所铺设的这种换电的网络，在方方面面我们是打了一场有准备的仗，只不过呢，最近是集中的把它呈现出来了啊，这2个月的时间。图穷匕见，重点来了。也是我们多年以来思考的一个结果，也是我们精心准备的一个结果，也是我们这些年呢受我们的友商整个行业进步我们观察学习的一个结果。那么我觉得接下来到底是不是在大3排 SUV 里面，纯电会更加坚决地取代别的能源形式？我觉得这个是有待于市场来给答案的。我们只是做好了这么一个准备，做好了这个动作，但是我们在今天这个时间点，我们坚信市场是会给出正确的答案的。我们也非常相信呢，这2款产品在行业里面也会对我们整个行业其他的同行们起到一个相互砥砺、互相学习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作用当然很多对于将来趋势的判断，我觉得还是要交给时间来做一个答案我们只是尽力的把我们的思考变成行动，把行动变成现实，把我们的执行做好。你们听听未来管理层真的是温柔的话中透露着一个狠劲。什么 L90 和 ES8 设置了一个很高的标准，什么是一个精心准备了很久的结果，真的都是一群下围棋的高手这2年其他厂商都在那里乐呵的笑，等到发现未来抽刀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没地方跑了。这个统治力就是现在也才刚刚开始，也就是像刚刚力宏总说的嘛，把这个思想变成行动，把这个行动变成现实，然后再把这个东西给执行好。而且力宏总就是后面这半部分说的也很好，他们自己是准备好了，布局好了，最后呢还是看市场，市场永远是正确的，对吧？的确是充满了这种辩证的思想，就具体问题具体看，对吧？就一步步走。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是很让人值得去深思的就是未来接下去还是否会有别的组合拳，就组合拳上加组合拳。因为我们知道明年大概率是要出7系，然后乐道呢要出 L70， 如果又来了一个什么 ES7 加 L70 的组合拳该怎么办？还有一个未来出的是轿车 ET7， 应该明年也会按期更新。那么乐道的轿车现在是一点声响都没有，它有没有也会出一个类似的轿车来把这个轿车市场也做一个组合拳呢？我们敬请期待一下，希望这次财报会呢斌哥给我们一个最新的披露。OK， 那后面就是开始本期视频的最重要的一个组成的部分就是斌哥关于分享为什么大3排是 SUV 而不是 MPV。的确就是 MPV 呢是可见的另一条似乎是解决车内空间不够大的这种可行的方案，而且也似乎是全行业的共识，对吧？就是如果其他厂商想解决能做不能放、空间人不够用这些痛点就很教条的就提供了一个 MPV 的解决方案来回应市场的这个需求，等于就是很多用户还是会盲目的跑掉，选择 MPV 而不是 ES8 或者 L90。但是斌哥就是用其的方法论充分的论述了 MPV 这条路没戏，等于就是堵死了其他厂商的逃跑的路子。我就是把它统称为什么？否定唯 MPV 论的教条主义。哇，这段精彩太漂亮了。然后我有一个问题，其实我昨天在发布会上大概算了一下，斌哥您一共提了21次 MPV 这个词儿21次是吧？然后包括其实我们这6人12箱无压力对，包括其实之前有很多用户在问我们什么时候推出纯电的 MPV， 其实我想问一下，那咱们是通过 ES8 来实现这个 MPV 的功能是怎么考虑的？然后另外追问一下，在咱们未来的产品规划中，那纯电的 MPV 是否还在考虑之内？
哎呀，这个过去这么多年，我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斌哥，你什么时候推个 MPV 啊？有一次我记得我去参加一个活动，但不是我们未来用户的活动，是一个外国的一个活动，然后底下坐了好几百人，然后说买 MPV 的举手，然后好来了200-300人，因为在座的很多都是企业老板，所以这个我过去几年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啊，斌哥什么时候有个 MPV？那当然，我也没那么头天啊。如果推出 MPV 就能挣大钱，我不是傻吗？我就推呗，对不对？但我这个人呢，有的时候还是比较喜欢做事情，比较喜欢刨根问底啊。我至少要过我自己的心里的关。比如说，我们家有3个孩子，我们家也没有 MPV 啊。我这个 N 多年前我有过一辆 MPV， 后来我觉得。反正总之我这个跟个人爱好没有关系啊，这个我就会经常去思考这些人大家为什么需要 MP 啊，这个还挺重要的啊。为什么需要 MP？ 因为我们其实在公司内部，我们已经过了一个阶段，我们其实在几年前，我跟天数还有我们整个产品团队说，我们不要受限于汽车的 body type， 就汽车的这个形态去定义产品。我认为这个逻辑是不对的，还是要从用户的用途去定义。就是因为你 MPV 以前，这市场以前也没有 MPV 啊，这市场以前也没有 SUV 啊，对吧？这市场以前还没有车呢。就这个 body type， 其实它之所以出现，它是有原因的。很多东西的演进，比大家想象的都好玩一些。你们都是对汽车行业都很了解，对车很了解。你们去欧洲看到很多 MPV 吗？你们去美国看到很多 MPV 吗？其实没有啊。MPV 这个事情，我跟大家说一说，中国说的这种 MPV 是怎么来的？比如别克 G18，你们在美国看得到吗？没有，是吧？都看不到了，没有啊。MPV 这个是怎么来的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今天没说嗨啊，我要考古一下啊，反正考古一下。如果大家去过日本，或者说如果大家跟我一样年龄，你们应该知道，在几十年前啊，那时候我上学的时候，因为创业也会打工，挣的钱还行。我出学校就打车，都是那种北京的这种叫面的啊、夏利啊、大发啊那种面的。这个面的怎么来的？从日本来的，日本叫 K car 啊。日本的车你要去了，哎，你发现日本的车都往上涨，都是一个 box 一个盒子。那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的税很重要的是跟着投影面积走。你想象一下，你如果税跟着投影面积走，但跟着投影面积走有很多的道理啊，比如说它占地少，它通行效率高啊，这个同样的车位啊，这个它能够同样的大小的停车场，它能放更多的车。我有一次去日本，我把酒店边上200多辆车全数了一遍啊，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那种小车，都是大部分很多都是跟 K car 那种往上涨的车。你如果去基于投影面积去设计车，你说你怎么设计？是不是往上设计？是不是就往上涨？对吧？你往做宽做长，麻烦了，税高，你是不是就往上涨？好，那往上涨有小车有大车，大车就是阿法这样的车，小车就是夏利啊、大发这样的车，就是这个面的这样的车。我是给大家就考古。我们看看这个 MPV， 中国大家理解的 MPV 是怎么来的？大家理解的 MPV 怎么来的？如果你们去过香港，香港出的是什么？丰田啊，皇冠的那个车。现在咱大陆有好多车也都，内地也很多车去了。那所以东南亚70%几的市场是日本的品牌。K car 啊，这种 box 这种 SUV。就开始也到了东南亚，到了香港。香港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香港哪有那么多高速啊？在香港机场那条高速有之前，香港车能跑快吗？跑不快吧？那香港车牌又很贵，有钱人都有司机，那就买个阿尔法吧。买个阿尔法不挺好的吗？保姆车嘛，所以叫保姆车嘛。保
保姆车是什么意思呢？我也没特别理解。保姆车是反正叫保姆车，确实在不需要经常跑高速的情况下，在低速行驶的情况下，那在讲究全向空间等等这种事情的情况下，在有司机开的情况下，这样明明是挺好的。我这个时间可以用长一点吗？开心嘛？可以。背后的思考，说细一点。好，那香港阿尔法就变成了有钱人的标配。虽然这个车本来在日本卖的挺便宜了，到香港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高端的这么一个定位。明星们这么多年要到北上挣钱到内地来淘金，这个风气就首先在娱乐圈，首先就北上了，变成了阿尔法加价。昨天我看了一新闻说，阿尔法现在只需要加2万5，以前都加30万。你想加30万，丰田为什么不多产一点？这能有什么技术含量在中国产这个车？产的，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是什么原因？这就说明什么？说明它只是一部分、少部分的这个用户的需求。好，这个就有意思了这个阿尔法在内地就变成了豪车，就加上这样的100万级的豪车，从日本因为这个投影面积收税的原因，有一个大后版的 K Car 在中国摇身一变成了豪车，这就是 MPV 在中国市场的前世今生，怎么演进的，文化怎么传播的，中国的文化当年从唐朝怎么去的日本朱子学说怎么在明治维新之前，很组织就是这个 MPV 这个是这么来的。MPV 这个是这么来了以后，但中国本土的创新的就是别克 G18，G18的前世今生就不说了因为我们丹尼尔金葛原来就是在别克在通用负责G18产品线，所以他现在做这个勇武重来所以这就是 MPV 这个 G18在中国它是公务车的一个市场，另外一条线所以它的定价、它的定位、它的产品设计都充分反映公务车的一个市场。G18这个事情到了今天，它很多都在发生变化。比如说前段时间我跟一个政府领导开会，他突然提出来，他说我们现在原来政府接待很多公务用车都是G18，他说我看那29080后17万9800，正好低于18万的公务用车的这个标准。他说这个不比G18好使吗？装东西更能装，坐起来也更舒服。关键是什么？从政府的角度来讲，使用成本能便宜很多。那现在大家都在节约，使用成本能便宜很多。我觉得这是他主动提的，我原来还没想这一层。这里我要暂停一下，斌哥这个事情肯定是想过的，因为 GL8 本来就是金格搞的嘛，那他对于公车市场本来洞悉的就是很充分的。然后未来本来很多产品都是参与了非常多的这些展览会像进出口博览会这些，那这些为什么不能成为公务用车因为它的价格摆在那儿，对吧？那么乐道它肯定是考虑过这个事情的，我是不相信而且公务车市场一直市场很大，而且它的品牌形象会很好，它肯定是考虑过的，只是现在趁这一次领导提出来嘛，他就是顺水推舟说这是领导英明，对吧？你看，其实如果你的产品定义真正满足是它的需求，而不是满足 body type， 就不是满足这个 body type， 就需求是永恒的 ，body type 是变化，就是 body type 就是车身的形状它是变化。所以回到你刚刚说这个问题，我们在思考什么？我们在思考的就是重点来了，用户的需求是什么？什么样的产品形态是满足他需求最好的一个方式？这就是我们在思考的东西。我们其实在我脑子里面没有 MPV、SUV， 没有这回事我要求产品团队，我说我们要跳出来看这个事情，就是用户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产品去满足这样的需求？如果它正好长得像 SUV， 那它就是大家理解的 SUV； 如果它正好长得是 MPV， 那它可能就是大家理解的。不要教育市场，要迎合市场。我昨天其实为什么花了那么多时间？谢谢你帮我数了一下，说了20多次。
那我昨天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去讲这个 MPV 这个事情？其实我做了这个数据的对比，对吧？我们做了7项关于空间和便利性，因为 MPV 大家其实更多的理解是它的空间和进出便利性特别好。MPV 有很多别的一些它的产品取舍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产品形态带来不好的地方。举个例子来说，我去年让那个邦波哥去体验 ET9，因为他是有我们的手交嘛，去年在上市前就让他去体验，他自己跟我说了，我们完全的没做任何的引导，因为他现在就是不是现在，他这个之前他就是做一台 MPV， 他的 MPV 很多挺好，他说只是上高速的时候感觉心里不是那么安心，还有风噪有点大，这是他的原话，我没有做任何引导。那他做 ET9 可能就没有这个感觉，对吧？那所以我们其实并没有真的去从玻璃 type 去角度看这个。我们回到中国用户的这个商务兼顾家庭这么一个场景，我能不能做出一款产品，空间可以媲美 MPV， 然后进出便利性可以媲美 MPV， 同时又不失去操控的这种乐趣，又不在安全上又不需要去打折，又不需要在高速这样的行驶场景下这个有这种不安心感等等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个说点题外话，这个算了不说了，这个素材已经说嘛。当年北京风大，接下来这件事情对李斌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私下说，这个我还是说一下。说。就是当年我那个时候，当年你们有北京来的不少北京来的媒体，大家知道当年北京三环这个就是西边，它不是三环，是万泉河路那边就是有一条南北向的路，万泉河那个修好了，好像还不是三环，反正有这么一条路。我当年就是在北大，从打车回学校，正好由南往北开，坐了一辆面的，然后侧风把我吹了，车都控制不住，吹到路边了都。真实的，就是我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又不需要牺牲在这样一些高速行驶场景下的这样的一些不好的体验。那我要做的这样一款车，其实大家如果去看我们昨天对比了7项数据，我们有3项是第一，有3项是第2，1项第3，没有第4我们跟3款最主流的，现在卖的最畅销的这个跟我们的高端的这个 MPV 去比，我们现在都不点名字了。我们3项第一，3项第一3项第2，1项第3，没有第4。没有第4很重要，就不剪了重复3遍，加深大家的印象。3项第一，3项第2，没有第4那说明什么？说明真的是可以媲美 MPV 可以媲美。我们从用户的使用的用途去看这个事，比如说大家最看重的这种进出便利性，还有装载空间。我们昨天看了，我们能竖着放3个高尔夫球包，对吧？这个还有前备箱呢。777升的超大的行李装载能力，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思考这个产品定义的本质。其实我觉得形式要服务于本质。比如说，我举个，算了，不说这么细了。这个我们其实就是最后就要思考的，不是 MPV 还是不是 SUV， 是好用的车，全场景好用的车，商务兼顾家庭，对吧？自己开着也很爽。就是星夜离家越景，全场景科技旗舰，得体的、安全的、好用的，对吧？自己也开心，然后商务接待人也觉得合理，自己开也行，家里人也很开心，就是没啥短板的。全场景意味着就没啥短板什么时候都能用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定义我们的定义。好吧，谢谢那 OK 就这一段说真的，就斌哥这个级别的老板愿意和我们这些普通的小卡拉米，对吧？推心置腹花时间来分享这个推导逻辑，
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一个非常可以说是经典的商业案例了。大家有机会反复看，真的是可以一窥斌哥这个级别的老板是如何思考问题的本质的。我是脑中就蹦出一个词吧，叫做透过现象看本质，就超越有形，回归本源。或者就是佛教里有个很经典的，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多少人是执着于相，对吧？盯着那个 MPV 猛干，却忘了大家只是需要一个大空间。但有没有别的形式可以实现这个问题呢？到最后啊，只有未来把这盘肉就是做好给端出来。那好了，反正这一段就先过了。那接下去就是记者也问了，资本市场反馈非常积极，大家也都知道那2天涨的是很凶猛的，对吧？那斌哥是怎么看？当然投资者。我想这个因为我们在资本市场也是起起伏伏的啊，这个经历过一些周期。那我想最终还是投资者还是关注公司的基本，就像你刚才讲的，比如说你的增长的能力，你的这个盈利的能力等等这些。我觉得公司嘛，到最后还是要回到它的基本面。当然，不同的阶段，投资者会有不同的看法，会有不同的判断。那其实从未来来说，我们整个的管理层。和我们整个的团队吧，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希望，其实也不叫证明什么样的能力，就是我们希望在哪些事情上能给到投资者信心。我认为最重要的是2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能理解用户的需求，能做出这个有竞争力的产品。对于汽车来说。你说到天，到最后，你不管你这个技术怎么样，你的服务怎么样，最终还是产品说了算。就是你能不能这个洞悉用户的这种没有被满足的需求，真正去做出好的产品。我觉得过去几年，其实我们国内的同行有很多做的真的特别好，这个我就也不去点名了，但真的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当然，未来有自己的体系性的创新，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这种体系性的创新和这种用户的这种需求能够结合好。OK 啊，先来暂停一下。现在呢是周五的中午啊，刚刚呢蔚来也是官方宣布了，接下去的5566呢都是标配100度电池，也就是意味着这个 bus 价格在原来基础上再又往下降了点，这就是体系性的创新，因为车电分离带来的。以前就是用户的需求，就是说，未来的电池是小电池、小短腿，跑不远。那现在蔚来就通过体系性的创新，不影响价格的情况下，让大家标配上了这个大电池。别的车企有个什么情况呢？如果他想降价，因为电池大家都知道是便宜了嘛，那他想降价就会牺牲整个产品的这个官方价格，是牺牲品牌力的。但蔚来就没有这个情况，它因为它车电分离嘛，那大不了就是把这个车价往下降一点。我说就是车架子这个价格往下降一点，但是又保证了这个整体的这个价格没有往下降，这就是车电分离这种创新性体系带来的对于接下去这个新时代的品牌价格体系的一种维持的解法。这个呢就是让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呢就是转发沈总的一次微博，就沈总当时在问就是换电的本质是什么，我当时就是想了想，觉得换电的本质应该就是多了一种可能性，从而激发了更多的可能性。我觉得这就是应该在于车电分离以及接下去一连串所有的动作，不论你是 bus 也好，还是这种降价的也好，各种方向什么升级也好，所带来的这种可能性。OK， 那我们继续听斌哥的这个分享。做出用户愿意买单的产品，我认为这个其实是投资人特别关心的啊。其实别的大家都认可，比如说像我们未来可充可换可升级的服务体系，像我们整个的这种服务方面的投入啊等等这些，其实还有我们高端品牌的定位，还有我们现在3个品牌服务不同用户的这样的一些总体的策略，总的来说投资人还是认可的。但是你的产品定义能力、产品设计能力、产品研发的能力，到底能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我认为这个是很多投资人在看我们团队的地方。另外一个其实当然就是我们整个的运营效率。就是运营效率，就是你能不能用就是更高效的方式去做出有竞争力的产品，和不管是研发还是供应链还是整个的销售服务体系的运营效率，我觉得投资人还在看这2个。那这2件事情做对了，其实这个盈利也好，这个它其实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说实话，我就是现在越来越能理解为什么这几年斌哥
没有选择增持来增强市场对于未来的信心啊。实际上那些都是饮鸩止渴，对吧？说到底呢，还是要拿出这个过硬的产品，还有说就是它的组织效率能不能更加的强，还有一个就是斌哥也说的，它的这么多的商业模式的创新，最后能不能组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就现在资本市场积极反馈了，还是说因为未来做好了，那这个产品爆热呢，它就是一个结果，对吧？那么 OK， 那就是我们也顺着这个斌哥的意思啊，就是斌哥也说了，因为未来对于这个用户的需求更加的洞悉了，那么我们就把第一部分讲完了，然后把这个东西延到第二部分去，就跟大家去聊的就是这一次3品牌战略中的未来和乐道，它这个用户的产品定位、用户的需求是怎么去剖析的？的确，未来它是精心布局了很多年，带来这么一个结果，对吧？就他们是怎么样来洞悉用户的需求，然后把这个增程大3排黄金时代彻底给干掉了，就这种感觉。然后我们来听第二部分的这个大分享。乐道呢是一个定位于家庭使用的这么一个品牌啊。乐道的品牌使命是致力于打造最美好的家庭生活。而未来呢，我们从整个品牌2017年推出开始呢，我们就还是要致力于用户的愉悦的生活方式，以及更多的有精神追求。所以乐道 L90和蔚来 ES8这两款车时间也比较近。大家呢也可以看到，他们在物理功能上很多是可比的，尺寸啊、座位数啊，包括很多的功能。但是乐道呢，我们就是把所有的功能满足好，然后给用户无可挑剔的这么一个选择。而蔚来这个品牌除了物理功能之外呢，大家在昨天 ES8的发布里面，应该可以发觉它有更多的这种高端的追求。不管是材质设计，以及呢还有更多的情感价值。没错啊，这第二大部分呢又开始讲未来3品牌战略定位的事情啊。这个事情呢是要反复的讲、强调的讲，因为在ES8和 L90一起上市之后，我们彻底的去更加清晰的看到，就是双品牌至少是蔚来和乐道这两个品牌，它们的定位相差特别大。这也就是刚才秦总聊到的，乐道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人的家庭的主要的功能，而 ES8它会更多的关于材质啊、内饰啊，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词叫做情绪价值。所以啊，我们一下子就要请出李天书，让他来给我们讲述一下蔚来是如何在情绪价值上下功夫的。蔚来呢，它的确是有一套内部的体系，有情绪价值、功能价值，这也是李天书呢就是在媒体群访中第一次露面。之前 L90 技术发布会的时候，大家都已经看过了，当时的操盘手 Erica 已经上台聊过了。那这一次 ES8来了之后呢，李天书也上来跟大家露个面，然后再聊一聊他的看法。要不李天书先说，最后那个要不天书你把 NoMe 的这个现场考，我们公司内部叫 NoMe 他爹哈，最早的 NoMe 的产品经理。领导可能。好的。行，那这个我就先这个说一点啊。这个昨天发布会大家看到的这个ES8一共有8个章节，其实跟斌哥我们讨论了很久，最后一个章节放什么？最后大家看到我们最后一个章节放的其实是 NoMe， 这件事非常的重要，因为不论是做一个家庭用车，还是一个个人用车，还是一个商务用车，任何产品其实它都是有情绪价值的，它都是有情感体验的。在未来做产品从第一天开始的话，我们其实认为蔚来这个品牌，它事实上确实更关注人的感受。我们认为好的产品最终是你体验到了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在你做产品的第一天能不能把用户的感受说出来，然后一以贯之的做下去。NoMe 就是这样一个表现。昨天大家看到的 NoMe 最后我们放了一个彩蛋，有一个 AI 帽子下来以后，我发现其实这个小帽子的这个反馈比我预期的要好很多。其实大家很多人记住了。就是它有点像大家玩那些这个游戏机啊，好的游戏外设，有这样一个小东西，它的情感价值非常的高。虽然它花的钱不多，但是它很受人喜爱。所以就是这样的一种产品呢，在我们未来的产品 ES8，包括做任何产品定义的时候，它的权重啊，其实是比我们做一些功能的这个改善和堆叠，可能是要来的更重要的一个权重。从到体系来说的话呢，我们的方法论也比较的有意思。就像斌哥说的，做产品要回到需求的本质，你是为用户要的什么东西做产品，而不是简单的车身形式、产品形态。
那我们做情感体验，其实我们做的方法论里面有一个叫做用户价值的体系。我们内部其实有一个21条的这个用户价值的分类维度，11条是情感价值，10条是功能价值。功能价值是什么呢？空间、便利、易用、舒适这样一些最基础的属性。但是情感价值是什么呢？是得体感、彰显品味、个性表达、展现实力等等等这样一些。所以在这里边，我们会更多的去拆解用户的需求，来去做到我们产品的每一个触点和细节上面。ES8的这个设计语言，这次我们对于这个设计的故事还是非常的想大家 get 到这个感觉的。因为从整个 SUV 设计来说的话，它代表了我们其实是全新一代第3代的这个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设计呈现。它的思考是非常系统性的。可能大家最大的变化就是这个它上面有非常多显性的与过去不同的东西。其实过去我们对于未来设计基因的理解都说未来设计很纯粹、很 pure， 但其实这次我们从目的出发做设计的，这是这次很大的不一样。所以在3代的这个 ES8 上面，你看到它是纯粹的为用户的目的而做设计的，该彰显的彰显，该显性的显性，这跟我们过去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这个可能说一种是觉得狭义的来说是一种听劝，但更广义的来说，这才是对未来设计基因可能更完整的一种更进一步的诠释吧。就补充这样一点，其实它是符合我们整体的一个设计演进的。那最后大家回来发现，刚才可能也有问题说，那乐道 L90它反映的是一种情感体验，那未来 ES8 反映是另外一种情感体验。在这个背后，其实我们都是有这样一个体系性的思考的。它反映了我们对于一个不管是未来这样一个高端品牌，还是 ES8 这样一款车型，还是 Nomi 这样一个产品的这个整体思考吧。我就说这些，丁哥。但我们更在乎的是内心的这种感受，其实还不简单是对外的。这其实如果去看未来的产品，我们从设计、从定义很多方面，我们讲精致而克制，我们讲很多东西并不是那种特别的，对，特别迎合性的啊，或者外显示的，我们更多还是讲在一些克制的、悦己的、对自己的这种情感的体验，或者说恰于其分的。那这个呢，这就是做产品最难的地方啊，这挺难的，不是那么容易啊。有的时候搞不好你就过分收缩了，有时候你可能过分外显了，反正你肯定要平衡。首先啊，就是从天书的这个回答中，我们明显能感知到，在未来品牌的内部，未来对于这个情感价值是很在意的。因为他不是说一共有21条用户价值吗？10条是功能价值，有11条是情感价值。然后在这个情感价值中有什么个性啊、彰显品味啊、得体啊，所以呢，他们就是通过这些情感价值的维度去设计这个车子。然后这一次天书呢聊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叫做为了目的而设计。这个实际上就是在上一次媒体群访中，斌哥也特别聊到过，就是 decipher purpose， 为了用户的需求、用户的目的而去设计。所以这一次呢，就特意的把这个整体的情感价值做了一个系统性的呈现，不论是它内部的 Nomi 头，还有一个就是后面斌哥也说到它那个 Skyline 的天气屏，这我们放到后面去说，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外形，就天书说的。所以就看到的确这一次3代 ES8 它的整体的外形的呈现啊，相较于2代来说呢，它就是更加的就是该彰显的彰显，内部的这个线条，比如说那个山川叠韵的刺绣座椅的工艺，对吧，也是非常的奢华，我可以说是顶奢。而且刚才呢，天书就是在这个聊到未来的设计基因里面呢，有一条叫做纯粹。以前2代的车型它如何表现这个纯粹呢？它更加理解为狭义的一种极简简约，然后又有一点温馨，又有点北欧风的这种感觉。但是3代就是他说了嘛，该彰显的彰显，为了用户的需求、用户的目的而去表达这种纯粹的感觉。但是有一点，它的设计风格呢不是油腻，真的还是在顶奢和纯粹之间呢找到一个非常棒的平衡感。那后面我们紧接着就开始聊斌哥前面说 Skyline 的这个事儿啊 ，Skyline 这个也是对于整辆车的这个情绪价值来了个巨大的一个作用。OK， 我们开始。其实回到这个最早的时候，我们讲过一些东西，就是我们讲这个车应该是这个有情感的伙伴啊，它不应该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这个其实在我们很早的时候经常讲这个事情。那我再拿这个脉络去说啊，刚刚天书讲 Nomi 的一些故事，我就讲我们这个天际屏。其实大家去看我们这个从 ET9 开始的这个天际屏，其实这个也是从我们1代、2代的时候很多前面的这个科技层去演进过来的。那我们这个天际屏，它比
一般的汽车厂商，如果是搞一个大屏在前面，我们真的要比这种屏要贵3倍。其实你想，我们这个天际屏，它当然能显示一些必要的这样的一些行驶啊，还有车相关的一些信息、娱乐一些信息。但这个天际屏在我们定义的时候，它更多的是用来做氛围，所以它用那么高分辨率100万比1好的一个这个屏，它更多的是来创造整个的氛围感。那这件事情就是肯定和很多汽车公司的定义是会不一样的，就是可能在未来做这么一件事，在未来的品牌里面做这么一件事，可能是能得到支持的。我们认为我们用户需要这样的东西，是吧？那这个，但是可能在有一些汽车公司，可能更多会变成附加屏，对不对？附加屏肯定比这个屏，对吧？大连屏，对吧？那我们为什么是做的这么一个 Skyline？ 我们为什么做的这么一个，就是主要是去做氛围组的，主要做氛围组的。但是大家看到了它的可能性是什么？像我们昨天我们流光溢彩这样的感受，我们能把在天空屏上播的这种视频、影像和氛围灯和前面的屏一体去做啊，我们能做这样的意境空间，我们能够讲时间对话、空间对话等等这种，我们不会去因为一个屏去侵入做长的，做有侵入感。其实做屏幕最挑战的是侵入感。如果你只是讲大，那你不想看它的时候，你真的挺麻烦的，一个大黑乎乎的东西在那，是吧？但是你怎么样去做这个东西呢？你怎么样去做这个取舍呢？那我应该装3个大屏吗？因为我可以这一个屏的成本等于3个大屏，我应该这么做吗？那这个就会，这是终极考验，就你的钱怎么花，你到底是怎么平衡？所以这里斌哥就是提到了天际屏它提供的信息呢，肯定是没有大连屏提供的信息来的多，也就是意味着它的功能性呢，肯定是没有大连屏来的多。但是大连屏它提供不了天际屏那么多的情绪价值，甚至它大连屏在黑掉的时候还有入侵感，甚至会破坏用户的情绪价值。所以哪怕天际屏的这个成本呢是大连屏的3倍，那斌哥认为这个情绪价值是很重要的，所以未来这个品牌特别看重情绪价值。但是这里要指出啊，不代表着乐道和萤火虫呢就没有情绪价值，这只是一个在有限的资源分配权重的问题。所以后面有个媒体就问到了，那用户为了享受这样很高的情绪价值，是不是就要意味着支付更高的这个情绪价值的溢价了呢？那么力宏总很漂亮的回答，首先阐明了情绪价值呢是没有贵贱之分的，还是要着重强调它只是一个权重问题。我们来听一下力宏的这个回答。我也想说一下，刚才可能您那位朋友他从他的角度来看可能没有表达的全面。我们觉得情感价值是没有贵贱之分的，不是说一定要很贵的产品才能有情感价值，不是的，每一个产品都有它的物理和情感2个属性，只不过它们的配比不一样而已。以前我20多年前做的单价2块多的个人洗护用品，情感价值也非常高，因为它的洁净可以带给人安心感。这个把手洗干净和因为手洗干净了，我就可以很安心的去抱孩子去吃东西，这就是物理和情感价值的一体两面。我觉得我们乐道萤火虫萤火虫是我们公司单价最低的产品，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萤火虫的情感价值的浓度非常高，它是一个充满了态度、自在发光的这么一个小车品牌。当然它的物理价值也很高，是吧？这么小的车辆参与这么严格的中保研的碰撞测试，出手就拿了历史最高分，属于那种小车大力量。但是呢，萤火虫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有鲜明态度的这么一个情感价值极高的品牌。从萤火虫亮相的第一天，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就是它的造型。现在慢慢讨论来讨论去，它成了一个记忆点了。我也可以想象，在大半个世纪以前，接近1个世纪以前，这个甲壳虫这样的小车横空出世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汽车长得都像马车，特别高大。像甲壳虫这么一个小车横空出世的时候，我估计也是大家讨论的焦点。那么造型本身就是一个情感价值非常高的东西。OK， 那这个第二大部分就结束了啊。不知道大家听完未来管理层对于3品牌这个情绪价值之后有什么感觉？我们上一次乐道 L90的时候，管理层分享呢，它是通过场景来区分。这一次未来管理层呢，它又透露出了更深一层次的，就是通过这个情绪价值来区分。它会发现3个品牌它不同的情绪价值代表的这种个性的群体也是不同的。所以发现未来管理层它思考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深，而且它想定义的也是非常的早。而且的确就是今年是未来3品牌战略的元年，所以我们要不停的去说这3品牌，而且一定要抛弃原来过去说是用价格来区分。所以我为什么要把这个3品牌战略就是重复的去说这个事情 ？OK， 然后我们接下去要说下一个事情了，就是关于非常一个敏感的问题。NT 3平台来了之后，价格体系开始重塑了，就是这个产品矩阵要重新梳理了。我们来听一下管理层是怎么来应对的。确实现在整个这个自动电动汽车它的这个迭代非常快，很多那个成本很多这个市场竞争的这个变化非常大。刚才我在电梯里面跟老师说这个事情，我们像我们1代 ES8、2代 ES8，就是很多这个技术都是行业最新入，在那个时间点呢，这个规模效益也开够，所以当时这个成本都是偏高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像我们1代的 ES8这个，那很多东西是行业第一个用的。2代 ES8的话呢，也有很多都是成本都比较高。像我们比如说当时4颗 RIN-X 这和我们现在的神机9031芯片比，那算力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1颗抵4颗嘛，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成本肯定比那时候低很多。所以从成本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具备用一个更有竞争力的这个市场价格价格去参与市场竞争。那从这个竞争的角度来讲，也是需要大家其实心里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其实现在的这个预售价应该也是综合各方面的考虑，就是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定这个价也是有毛利的，当时定那个价毛利也不比现在多，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后的一个逻辑。那么第二个确确实实呢，就是现在这个车迭代的快嘛，那因为这些市场的原因，我们有的时候这个确确实实涉及到非常难的一些决定，就是到底在定价上对于原有的这种用户，那从各方面来讲，肯定从心理上包括从这个车的产品上讲都会有影响。这一点其实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压力。当然第三个的话呢，我也是看到很多让我特别感动的这个最近其实我收到了很多的这个我们老用户的一些建议，一些跟我的一些反馈我觉得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很多用户都说斌哥你不要太顾虑这个老用户的这个感受说未来活下去是最重要的，未来活下去，那我们的以前我们承诺给他们的权益那个才能有保障。我觉得确实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很纠结，虽然我们也清楚这个定价会让一些老用户对它是有损伤的，不管是心理上还是车的这个价格产值上面，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出对整个未来整体用户和整个公司整个社区应该做的一个决定。所以想清楚了这个事情呢，我们也是就不用那么纠结还是实事求是。所以也在这个里面也是特别感谢吧，我们这么多用户这么多年对我们的支持昨天半夜我还收到了一个用户的一个信息，说他是1代8的用户然后两个月前刚刚买了这个2代8现在看到了3代8，决定再买一辆。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未来作为一家用户企业作为我的个人来说吧，我觉得把公司做好把这个公司做得越来越好，是对80多万用户的一个责任。在这过程中，肯定确实没法做到让每一个用户都满意，也没法照顾到每一个用户的利益。
但是我觉得只能说做一个对总体来说最合理的一个决定吧。这肯定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啊，就是新车子出来，肯定对老车子的这个价格呢是有损害的。那斌哥的态度呢，的确也是很诚恳的，但是斌哥说的呢也是对的。对于这个企业来说，他要把这个企业活下去，才是对80万用户最好的这么一个结果。我们现在的566其实也是今年新款发布以后，我们延续了很多这种营销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市场销售的一些政策。其实这个调整呢，在这之前基本上就已经到位了。OK 这里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关于接下去 NT3 这个价格究竟排布在哪儿？那现在就是看到55，那应该就是18万，就是80出头，然后这个66呢就是22万，那么就是777应该就是26万这样子，然后8系应该就是在30万出头，这样子的话就是接下去 NT3 产品线的这个价格。当然，这个里边呢，就是说以前是不是我们以前的成本太高但这个事情我们确实没法穿越回去说。那是我们对于在第2代的时候，这种成本结构和一些产品定义方面，我们确实是当时不能说犯了错误，我们当时或者这么说，我们就是犯了错误。当时这个不能说犯了错误，这个有点。其实我们前几年在反思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车你在研发的时候，首先你就要定义成本目标你首先就得定义成本目标，你成本目标到底怎么定义的？这个在车定义的时候你要特别清楚。我认为我们在第2代车的时候我们是犯了一些错误的。大家如果去看的话，我们当时 ES8的和 ES6的定价是差很多的。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40万的这个高端市场的主力区间，我们是缺乏产品的。我们其实1代 ES8就把那个时候因为还有补贴嘛，这个新能源车的补贴，如果把补贴放进去，差不太多，还不到40万。当年最早是6万多的补贴，国补加地补，还有税的补贴。其实那个时候它就是一个40万基线的这么一款产品。我们在第2代定义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实在这个成本、这个基线定义的时候，客观的说，我们当时是有一些问题有一些问题，所以导致这个我们当时第2代的 ES8的整个我们要有一个合理毛利率的话，它的价格就上去了。这个车确实是好车，但是它的成本目标设定是出现了问题。OK， 这里暂停一下，我觉得公道的来说一下我觉得不能用这个历史虚无主义来否定过去的这个历史客观性，因为我们在几年前去看这个智能电动车发展太快了，如果当时它不去预埋这些硬件，比如说斯科欧瑞激光雷达，那这个车子背刺我现在理解就是价格背刺还好说，就是怕智能化背刺，对吧？像隔壁极客1年换3代，这个实际上是很伤的，就是智能化完全被背刺了。所以我就是过去呢，的确在定义上就是说，我们希望用户不要被背刺，就在智能化不要被背刺，所以它成本很高。但是又因为前面也说了，规模化没有上来，它那个欧瑞芯片都是自己跑去点亮的，对吧？所以呢，的确就是过去有这种历史的客观性在。如果是从未来来看的话，这个奔驰、宝马、奥迪的这个平均的这个售价区间这个基本上是我们锚定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高端品牌的这个我们定价的区间。那现在其实我们的市场的这个终端的零售价其实是在这里面是偏上的，在和 BBA 相比的话是偏上的那如果是拿这个全新 ES8 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不管是从产品力和定价最后我们加权平均以后，也能够让我们整个未来的品牌还是会在一个和 BBA 相比，在一个偏上的这么一个市场终端定价的一个水平。那我们第3代 ES8 就是在我们立项的时候，它的使命，它的就是要去修正这样一个这个错误回到它应该有的位置，回到了 ES8 从出生的时候它就在的位置，10多万的这样一个大3排的 SUV。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从我们创始版的 ES8 第1代 ES8到我们现在第3代 ES8它本身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到的东西，就是回到它舒服的这样一个这个定价区间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区间。OK 那这里斌哥实际上解释的就已经很明白了。ES8
终呢，它都是一个40万基线的这么一款车子。那么这里也就解释了为什么 ES8 没有上大家特别期待的有 ET9 同款的 FAST， 还有像线控，还有像后轮转向。后面斌哥就跟大家一起介绍一下这一块。就是在 FAST 就主动悬架这一块，我觉得它的成本啊，就是比我想象中的要多很多。第二个就是刚刚你讲那个 ET9 上的一些技术啊，这个其实大家如果去看呢，那你像全域900伏啊，对吧？你像我们整个的神机芯片啊，天枢的这个系统啊 ，CEDA 这个我们整个雪松的这个智能系统啊，整个还有包括我们的电驱啊，对吧？等等这些东西，其实这个和 ET9 相同的平台的和底层技术的复用是非常高的啊，像我们102度电磁包啊，900度电磁包啊等等这些啊，那大家可能关心的还是这个 FAST 这个全主动悬架和线控转向这些。后轮转向其实昨天我们已经说了，这个车5.7米这个转弯半径，再搞个后轮转向少个0.3、0.2、0.3，那空间这个2排和3排，特别是3排的空间就不可能有这么大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取舍问题。我们其实是通过这个，我们包括前边的前轮的这个空间的创新啊，还有我们整个的这个敏捷掉头这样的一些技术，实现了这么大一款车，3.13米的轴距，5.28米的这样一款车，做到了5.7米的这样一个转弯的半径，其实它已经够了啊。所以其实包括前段时间也有一些用户还甚至关心呢，这个车有没有电踏板啊等等这些。大家如果看到，这其实就是产品定义啊带来的区别。我们这个车它通过这个非常快速的7秒钟就能够调整50毫米形成的这样一个这个双腔的空悬，包括我们从轮径啊各方面一个综合的这样一个取舍，它能做到一排的地台的高度比主流的 MPV 都还要低，对吧？2排这个相当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多东西它是个取舍，所以我其实觉得大家关心的这个 FAST 啊、线控转向啊，主要就这2个高杆支线啊。其实这2个高杆支线，我觉得这个到全新ES8上来，它就会跟我们整个平台的成本的架构啊，这个比大家想象的是要贵很多的。比如说 FAST， 它不光是这个零部件，那我们其实整车的这个电力的这个整个的48伏啊，很多这样的东西就得用上啊，就是还有冗余的电源供电就要更多啊。其实这个它成本一套冗余的成本好几万，翻译成售价10几万，那这个定价就上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们产品定义是不能离开成本去谈这个东西。那我当然也希望这个20万的车上什么都有啊，但这是不可能的。30万的车上什么都有，这是不可能。所以我觉得大家就合适就好，就你的高频刚需是不是到位了啊？你的刚需高频啊，还有包括整个的气质啊，这个设计的气质啊，不管是外观还是内饰啊，是不是到位了？我们多次听到斌哥就是聊到取舍的问题啊，说到底这是一个资源边界的问题，你不可能在有限的资源里做到面面俱到，对吧？所以目前 ES8 还有 L90他们拿出了一个是在30万价位，一个是在40万价位，都是无可挑剔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无论对于意向用户还是对于我们持股的人来说，我觉得这都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乐于其成的一件事情，说明未来的确是把这个事情想明白了。所以就是回到，如果是重新梳理产品矩阵的话，怎么说呢？对于老车主来说，它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利益上的损失，但是对于企业长期发展来看，那肯定是利大于弊的。OK， 那么就是这个大部分就结束了，我们就开始进入下一个部分了。我们现在推行 CPU 嘛，就是也想请教一下你，现在内部的这些研发项目，我们是如何去评估它的投入产出比的？就是这方面有什么指标或者是参数可以去衡量？谢谢。那未来的这些研发，600亿的研发，我不敢说这个每一分钱都是高效的啊，确实不敢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到底这个事它值不值得做，它能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这个效果，其实在研发项目立项的时候未必那么清楚啊。这个我觉得，甚至于车也是这样，这款车能不能达到这个我们立项时的销量目标啊？这个其实只有卖完了才知道，只有卖起来才能知道。
所以我们其实600亿的研发投入啊，这个肯定这里面有很多可以提效的地方。但如果我们大家就看我们的钱，大体上都花成这么几个部分啊，首先是这种非常基础的底层的技术的研发，我觉得这件事情它不光是对未来有益，它对整个行业都有益啊，甚至于我们培养的人啊，这个对整个行业都是非常有益的啊。我觉得这个是基础的底层的这个研发。那么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能够真正的能够反映到这种产品上的这种平台性的这种核心的零部件啊，你像我们的芯片啊，像我们的这个电驱啊，像我们的这种很多这种座椅平台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平台的这样的一些研发。那么这个呢，它的作用是非常大啊，这个包括我们电池包，它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平台件啊，等等之类的。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这种车型的研发，是吧？就是具体到车型上，还有一些应用层的这样的一些软件功能啊，像我们 Nomi 里面的一些这个应用啊，像我们 ADAS 就是辅助驾驶这样的一些应用。那所以在这3个层面来讲，最难评估的，就你刚刚回到 CPU 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根据不同的研发类型去设定它的这个那个回报的目标。那当然有的是要看长一些，有的是要看短一些，就是哪些应该看长一些，哪些要看的短一些。你不能应该看短期回报的时候去谈长期的回报，你应该谈长期回报的时候去说短期回报，这肯定都不行。所以我们会根据这种底层的平台的和应用的这样的一些逻辑，去有不同的我们叫 CPU 的研发立项的模板会去算有不同的评估模型。有一些就应该，比如说6个月以内就应该有回报有一些可能3年才能有回报有的可能是1年有回报，有可能是2年有回报。我们每一个研发项目立项的时候，都要去评估它的回报周期但是不管怎么评估，最后都只用钱去评估。底层研发技术，你也得把钱算清楚，你到底有什么作用？平台性的你也都去算清楚。这个应用的，这就像车型像等等这些都是应用层的。那这个就相对来说好算一些，但是不管多长时间有回报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我们最终都是要用相对应的这个财务周期的财务报表上能够对接上的这种钱去评估去算这个项目结项时候的它的 ROI。所以我们现在每个项目必须到最后都算账。你说2年，那行，2年后咱们就得算账；你说半年后就得算账。所以我们每一个项目都要去进行这样一个 ROI 的闭环的管理，投资回报的闭环的管理我想这个用这样一个管理方法以后，我们就能够识别出来哪些项目是真正能给用户创造价值的，哪些项目是真正能够给公司创造收益的这个能帮着多卖车，还是能帮着省钱？这个其实是想算是能算清楚的不想算清楚，那一定是浑水摸鱼所以我觉得去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整个公司在形成的一个机制，所以我们不会缩减我们研发的这个 scope 不会缩减这个我们研发的这个范围我们主要是通过提效去用更少的投入、更精力的投入，去获得更好的这样一个产品和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成果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OK， 那这一块内容呢，的确是不多。我们就是通过斌哥的分享，知道了 CBU 是如何在研发工作去开展的。实际上，我的意思呢，就是让大家有点极面的去理解到未来目前推行 CPU 究竟这个账是怎么算的，就是它这个逻辑是怎么推导的。反正这个账算不清楚，就是斌哥说的嘛，你算不清楚就是浑水摸鱼，总是能算清楚的，就是看你这回报的周期，到时候再形成一个闭环式的 ROI。OK， 那我们就开始进入最后一个大项了。最后一个大项实际上呢，还是一些主观性的。的确，这段时间未来整体的士气，然后整体的反馈市场都很棒。但是我想通过我在现场看到媒体群访管理层的反应，让大家知道商管理层目前来说是非常的冷静的，既不好大喜功，也不沾沾自喜。对于目前的这个成绩呢，也没有感到骄傲，还是砥砺前行再往前进的。因为本场媒体群访2个小时呢，它是时不时会聊到这些事情，然后呢我就把这一块集中的剪到一块，然后最后给大家做一个整体的呈现。
就未来创业10年多时间吧，其实在汽车行业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这个一个新兵，在汽车行业还是个新兵啊。10年虽然这个也不短啊，这就是汽车行业跟别的不一样的地方。其实你去看每一家汽车公司的历史，在第10年的时候都还是比较稚嫩的。现在回去看的话啊，就包括特斯拉啊，在第10年、11年的时候都还是比较稚嫩。所以对我们来说，这还是在创业的一个开始阶段。我们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理由，也没有任何的资格去这个懈怠。那我也讲，就是我们最好的决定都是最差的时候做的啊，就是最差的决定往往是好的时候做的。其实这个在我们这10多年的历史上已经充分证明了。所以我们其实现在整个团队还是希望能保持在一个比较饥渴的状态啊，比较承压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思考什么是对的事情。中国的汽车公司基本上都还是创一代在做，包括比亚迪、包括吉利啊、长城啊等等，甚至于很多国企的这个老板们都还是第一创一代啊，都挺拼的啊，都非常拼的，只不过大家拼的形式不一样啊。我们拼研发、拼基建其实每家都有自己拼的东西。中国就是这样，就是大家叠的都很快。所以你看，我们7年已经第3代，是从17年、18年到现在，这个我们已经第3代ES8了。这个是全球第一款完成了3代迭代的。我们其实也学习了和借鉴了很多我们同行在过去几年里面做得好的地方。但是如果去看的话，我觉得未来的这个竞争优势，大家现在可以去看，就是说它是一个体系的一个优势，它不是一个点上的创新。如果看未来的创新，它是一个体系性的创新体系性的一个基础那就拿可充可换可升级的这件事情，这个充换电体系，它是个体系它不是说我在一个点上去做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的整个的有心有魂的智能系统，其实谁都不是神仙，都会要经历一个过程，我们也不会停止进步我们的同行也不会停止进步。接下来我觉得这个路还特别长嘛，因为汽车行业我们原来讲叫马拉松，我觉得马拉松都不止它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这样一个竞争最后有的人能跟上，有的人跟不上，我们是尽可能不要掉队，然后能保持在一个领先的这个方阵里面。这个其实是我们在做的就不要被甩开。我们靠着体育创新，然后能不能越跑越快这个后力能不能越足，这个是我们整个要去做的。那讲到这个呢，我觉得就跟还是拿跑步举例子，其实你还是自己要变得更加的这个精干敏捷，才可能去赢才可能不掉队。我觉得谁也不敢说这个自己真的就能够怎么样。其实如果大家去看的话，即使在近2年，有的汽车公司前面1年还挣200亿欧元的利润，然后第2年就非常辛苦然后今年就亏损巨大这个其实这种例子在汽车行业比比皆是。历史上从来都不鲜见，所以我觉得未来不会一时的一款产品的热销就觉得怎么样，也不会因为一时的困难或者哪款车没卖好就这个觉得天塌下来了，都不会。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参与汽车行业的做汽车行业应该有的一个心态。每一年都很重要，每一天都是生死局。我觉得还是路遥知马力，我们还是接下来把相关的执行做好，把正式的上市、发布、交付要做好这现在我们眼里都是活儿，还有好多事儿要干就是怎么去破圈。这个破圈不是说靠一个大传播，什么一个爆炸的新闻去破圈。我觉得破圈在于日常的一点一点的跟更多的人在合适的场景去接触。我们现在做的事情还是下重功产品力在这，体验在这，那你自己再去决定更多的是这种要面对面的那种交流，其实也没有什么别的招。那也到本期视频的结束了。如果可以的话，大家还是多点赞、多投币、多收藏、多转发。倒不是说为了我这个视频的流量，我是真的觉得就是让更多的人去更全面的、更深入的认识未来。
对于未来的发展呢肯定是有益处的。而这种群访的形式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让大家来更深入的了解未来。而且不单单说就是未来提供的这一系列的产品，还有就是未来这家企业背后的企业文化、管理层分享的企业战略以及多方面的思考。那么我们回到开头说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电车的 iPhone 时刻究竟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到来？这些年啊，我实际上想了很多的可能性，比如说智驾完全脱手，比如说智驾保险费、车企负责制等等。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说类似如沐春风般的就给所有潜在的客户输入一个观点，买大3排 SUV 就应该买这种具有超大前配舱的 ES8 也好 L90 也好。那么我们回去看一看 iPhone 时代的到来，是因为大家意识到了手机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就是超越了过去狭义认为的智能手机亦或是功能机的这个范畴啊。只是因为这个形态带给我们用户的体验是最好的，而恰恰这个实现的载体啊就是智能手机。所以啊，就是回到本期视频中斌哥分享的，要超越这个 body type， 就是车的外形的形态，要回归用户的体验。究竟什么样子的车子啊能够解决过去大3排能坐不能放、空间人不够用的痛点，能够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体验，而且要确保安全，不能就是像斌哥说的坐面的被风吹到路边，还有像方洪波哥说的 MPV 的这种不安心感。而恰恰实现的这个载体啊，就是 L90 和 ES8。所以我们回到 iPhone 时刻，难道电车的 iPhone 时刻真的来了吗？那么就是要紧接着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大家都在 iPhone 之后啊，宣告着过去任何手机的形态都被淘汰了。换作开头说的，就类似于海战役之后的渡江战役了，对吧？那么是否 ES8 和 L90 就开始宣布统治全国市场，甚至全球的市场了呢？这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那首先一点啊，就是电车肯定是趋势，至少在中国市场来看，因为资源禀赋的问题，说白了就是缺油，纯油肯定是下一个阶段，当然还有包括很多的，比如说像体验上的问题。但是在全球市场来看啊，也是如此嘛。但其实不然的，就全球还有很大的机会去做出油车的形式的智能汽车。那最近行业里有个动态，我觉得就是大家一定要去留意的，就是大众继续加强和深化同小鹏的合作关系，将小鹏的这个电子电器架构啊衍生到大众在中国市场的油车。我再说一遍，就是用了电车的这个电子电器架构去做油车。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关注智能汽车朋友重点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大家去想，就是油车不需要电池，而现在电池呢是整车成本的1/3，所以如果一个油车真的在电子电器架构和芯片操作系统的赋能下，使得体验提升，那当然就是不可能完全超越电车，但是可以除了就是在电车的优势，比如说静谧性、平顺性等等之外，其他的体验都是无限接近电车，然后价格还便宜，因为它不需要电池，对吧？而且它也跑得也不需要什么超快充，也不需要什么换电，而且就可以依托全球的加油站。你们说这个市场大不大，对吧？所以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啊。所以现在的确说，就是可以说到了淮海战役的第3阶段了，就是要最后围歼杜聿明编团了。但如果真的人家换了一个形式逃出了徐州，以前我是看不到逃出的机会的，但是现在就是貌似在所有的路径中好像看到这么一条窄路，好像可以钻出去。所以接下去这就是一个重点要观察的地方。这也就是如同斌哥在后面说的嘛，在汽车行业都很卷，就要一直的竞争，都已经不是马拉松了，它是一个没有终点的竞争，所以不能说自己已经是高枕无忧了。那 OK， 那这就留给大家自己去想啊。OK， 那么这也是我做的第4期媒体群访的内容了。从上海车展听到管理层的务实啊，就不追求爆款，要脚踏实地的一辆辆去卖，到 L90 技术发布会的次日，媒体群访就是拆解为什么 L90 这个成本这么低，是因为它就定义支出决定的成本低，对吧？然后到了 L90 正式发布会次日，就媒体群访，管理层再继续跟我们分享，就分享了技术路径的判断、产品的规划、产品的定义，就是斌哥分享的这个造车的方法论，对吧？就是要 design for purpose， 要调研，要结合用户的需求去设计定义车子，我觉得真的是收获非常大啊。然后到了这一次 ES8 的技术发布会次日的媒体群访，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管理层对于3品牌定义，这个情绪价值如何定义，如何去取舍，如何面对用户的目的，该彰显的彰显，
而且情绪价值也没有分贵贱。像力宏总分享的也特别好，2块钱的这个洗手的肥皂带给用户的安心感是无可替代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面对这个爆热的市场，砥砺前行，不骄不躁啊。大致就可以看到，管理层真的是非常的有远见、有定力，也非常的务实。我自己个人来说啊，就是的确学习和成长的也是很多，所以我呢这里也是很祝愿，就是如果能看到这里的你啊，就是无限进步，一起家电。OK， 那这里是柯洁城，那我们就下视频再见，拜拜。